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用牛肉和豆腐做一道美食，特别的鲜嫩好吃。牛肉怎么做出豆腐一样的口感？给您揭晓鲜为人知的奥秘。奥秘一：正确的刀法。这里说的刀法指的是切肉的方法。经常做菜的朋友都会知道，所有的肉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路，这些纹路就是肌肉纤维的走向，每一根细丝就是一根肌肉纤维。鸡肉、猪肉、牛肉的肌肉纤维区别是很大的。我们厨师有句行话：横切牛，斜切猪，竖切鸡，指的就是根据不同的肉类品种选择合适的刀法。鸡肉纤维最嫩，选择竖切的方法，炒的时候才不容易变散；猪肉纤维次之，采用斜切的方法；而牛肉纤维最老，采用横切的方法，否则就会咬不动，而且会塞牙。我们沿着牛肉的纹路横着下刀，刀和鸡肉纤维之间形成90度的直角，这样每切一刀都会切断全部的肌肉纤维。肉片我们尽量切得薄一点，切得越薄，肌肉纤维就会越短，口感才会越嫩。西餐烹饪牛排的时候，会用松肉锤不断地捶打牛肉，其目的也是为了打断牛肉的纤维。这一步属于物理层面的嫩肉法。假如您没有把握把牛肉切得很薄，给您介绍一个简单方法。我们先把牛肉放入冰箱的冷冻室急冻一下，通常急冻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到1个小时。短时间的急冻会让牛肉硬一点，但不会结冰，故而不会影响牛肉的风味。略微冻硬的牛肉特别好切，可以切得很薄。通常来说，切2毫米左右的厚度，烹饪出来口感和风味俱佳。我们将切好的牛肉片放入一个大碗中备用。奥秘2：制作嫩肉水。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，用刀的顶端把生姜慢慢的拍碎，然后用手挤出生姜汁。众所周知，生姜有去腥增香的作用，却鲜为人知，姜汁真正的作用是用来嫩肉。它是一种纯天然无添加的嫩肉剂，但使用方法却颇为讲究。这是一篇学术论文，标题为《生姜汁嫩化牛肉方法的研究》，出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。文章很长，我们只看结论。结论表明，生姜汁对牛肉的嫩化效果良好。生姜汁的最佳浓度为 5%， 缓冲液 pH 值为 8.0， 预处理温度为40度，预处理时间为60分钟。我同时查阅了国外的论文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。那么5克姜汁到底是多少呢？这里给您一个很直观的概念：一个普通的矿泉水瓶盖放在电子秤上面，倒满姜汁刚好5克。我们再用装米的量杯装入95毫升的温水，然后准备一个干净的碗，把生姜汁和温水混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得到了 5% 的生姜汁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搭配1斤牛肉使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水温一定不要超过50度，因为有嫩肉效果的生姜蛋白酶超过70度就会失去活性，从而起不到任何效果。生姜蛋白酶嫩肉的原理是，它能够将动物类原料的结缔组织、肌纤维中的胶原蛋白以及弹性蛋白适当分解，使部分氨基酸之间的连接键发生断裂，从而破坏它们的分子结构，大大提升原料肉的嫩度，并使其风味得到改善。除了生姜，木瓜、菠萝、猕猴桃都有嫩化的效果，它们都含有相应的蛋白酶。粤菜厨师就善于利用它们嫩化各种肉类。这一步属于化学分解层面，让牛肉变嫩。为了让 pH 值达到 8.0， 我们加入5克的小苏打，也就是碳酸氢钠。小苏打也有极佳的软化肉质的效果。请您再看一篇论文的结论：5% 的碳酸氢钠加5% 的氯化钠，对牛肉的嫩化效果最佳。氯化钠就是食盐钠。我们再加入5克的食盐，搅拌均匀后备用，就得到了完美的嫩肉水。我们可以通过控制腌制的时间来控制肉的嫩度。奥秘3：腌肉的技巧。我们加入1/4左右的嫩肉水，顺着一个方向用力的搅拌均匀。我们腌肉有2个目的：先让牛肉吸饱水分，再让牛肉锁住内部的水分，有水肉才嫩。很快，嫩肉水就被牛肉吸收完了。我们重复这个动作，分4次加入嫩肉水，每加1次都朝一个方向继续搅拌，直到嫩肉水全部被吸收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牛肉居然可以吸收这么多的水分，1斤牛肉最多可以吸收3到4两的水分。接下来加入适量的淀粉，用手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片肉片都均匀地包裹上一层淀粉外衣。这里用玉米淀粉、小麦淀粉、红薯淀粉以及土豆淀粉都可以。常温下淀粉没有嫩肉的效果，
它只是附着于肉片的表面，但是烹饪时它会发生一个非常著名的化学反应，成为影响肉嫩度的关键要素。最后我们加入少许的植物油，然后抓拌均匀。由于分子之间的强大张力，油膜可以包裹住肉片，防止肉片出水，还能避免肉片粘连。奥秘是烹饪的温度。今天我们做一道水煮豆花牛肉，给您介绍牛肉嫩化最简单的烹饪方法——汆水。因为水沸腾的温度是恒定的，所以更容易控制烹饪的温度。起锅烧水，水开后加入一点盐入个底味，再把豆腐倒进来，焯水1分钟后捞出，倒在一个大盘里面。另起一锅，加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油热后，我们下入1大勺剁细的郫县豆瓣酱，用小火把豆瓣酱炒干炒香，炒出红油，再加入1勺姜末和1勺蒜末，把它们也爆香。下一步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家里条件好的朋友也可以加入高汤。当锅中的水沸腾后，我们迅速调成最小火，水不能过于沸腾，否则肉片容易脱浆，把肉片逐一放入水中。这时就会发生非常著名的淀粉糊化反应。我们通过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各种淀粉糊化反应时所需要的最低温度。一旦达到所需的温度，这些很小的淀粉分子就会迅速的膨胀，断裂形成一个紧密的网状结构，紧紧包裹住肉片，从而锁住肉片内部的水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大家切不能求快，把所有肉片一起倒进去，那样做水的温度就会急剧的下降。一旦水温低于最低糊化温度，淀粉就会溶于水中，也就是脱芡了。假如锅中的水没有翻滚、没有气泡的时候，就不应该下入新的肉片。下面就可以调味了，我们加入点盐，加入点糖，加入点老抽上色，加入2勺量的生抽，然后加入2勺量的料酒。水开后再煮1分钟的时间，就可以捞出来铺在豆腐上。下一步开大火把汤汁收一下，再加入一点水淀粉勾芡。等汤汁变得浓稠，就可以全部倒入碗里面了。我们把提前剁好的刀口辣椒放在肉片的中间，然后在刀口辣椒上加入多点的蒜末，最后浇上滚烫的热油，这香味一下就激发出来了，满屋飘香。最后放上一点香葱或者香菜点缀一下，一道美味的水煮豆花牛肉就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牛肉麻辣鲜香，又滑又嫩，特别好吃。有朋友肯定要问了，我怎么知道肉片嫩不嫩呢？我又吃不到。众所周知，豆腐特别嫩。下面我们用碾压的方式来证明一下肉的嫩度。压完豆腐后，再碾压肉片，您不难发现牛肉片也能轻松碾碎。这是腌制1个小时后的效果。您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调整腌制的时间，来控制牛肉的嫩度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